这个研究的话，在我们研究本身没有什么特别啦，我简单讲一下哈，而是它的一开始的出发动机是比较不一样的哈，是由公民参与的这个观点哈，然后由老师们自发性的去对教育现场长期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他们投入了很多的努力哈，然后去做出来的一个结果，而这个结果最后也真正起到了它的作用哈。那我们就很欢迎施老师来帮我们做这个报告哈。哎，要不要先介绍你们的团队？对，我会先介绍我美丽的团队。我先打开一下。对，这个就好。好，我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有来的组员哈。首先是那个嘉玲，蔡嘉玲。大家好。再来是我们的于安瑜。大家好。那我们这一组组员总共有6位，那今天实际来的有3位，应该是7位啊。那我是孙一轩，我从台东高商过来，我早上坐6点10分的火车，到了3个半小时，哇，真的是有点远，下次应该要搭飞机的。好，那我们这次报告组真的是蛮特别的。那一开始也是黄国华老师，他邀我们来把我们做的这些事情，把它写成一份，应该算是一份报告。那我们的主题是来自基层的声音，一群高中资源班教师对于特殊教育行政规范制定的行动历程反思。那其实这个研究东西的目的其实要回归到去年大概9月10号。那时候其实教育部公告了，鼓励特教学校、高级中等学校特教老师的每周教学那个结束标准。那其实他这个结束标准公告的时候，是所有的资源班老师、高中资源班老师其实都很生气，都很生气。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知道是在高中阶段的身心障碍学生，特别在资源班里面，他们对于间接服务的需求其实是很强烈的。可是在这一次的结束标准里面，教育部却无视这样的事实的存在，他就是用直接教学把你框住。你是资源班导师，你教12节，然后你是专任老师教16节，而且呢，你的直接教学结束要4节，所以他把这个结束框住的时候，其实我们在那个资源班里面运作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因此呢，我们一群人就集结在一起说，不行，我们一定得做一些事情。那我们那时候的主要目的就是包含第一个，落实教师自主及公民参与的权益，来发挥新的教师的影响力。那第2点呢，就是参与法律的修订，以及目的就在于改善实务教育情境的合理与正义。那落实高中阶段间接服务这个目标。那在开始之前，我可以先跟各位介绍一下现在高中的一个状况。那以108学年度来说，在高中阶段身心障碍学生人数大概24893个人，那其中呢，有85%的学生在高级中学，那15%的学生是在特殊教育学校。那因此，其实可以看得出，其实在这几年这样推动之下，是融合教育已经慢慢被大家所接受。那很多高中学校是身心障碍学生人数其实都有增加。那在高中学校的身心障碍学生安置的班级其实有4种，第一个叫分散式资源班，第2个叫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务，那第3呢，则是集中式特教班，那第4就是巡回辅导班。那我相信各位对这4种班级的形态应该都蛮熟悉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4种班级在这几年它的演变，可以看得出，其实在民国100年那个时候，其实在分散式资源班是它的人数突然增加了很多。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广设资源班，包含我也是在民国100年那个时候分发到台东高商。那其实，在那个时候开始，资源班就一直往上走，它的人数从民国100年那时候2900多，到目前9100多。所以其实分散资源班已经是目前身心障碍学生安置在高中学校的一个主流，这是一个现象。那各位可以看一下，以108学年度来说，大概有44%的学生是安置在分散资源班。那
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务呢34%，那其中是特教班呢大概是21%。那这两个部分加起来大概78%。那这78%的学生其实大部分时间都在普通班学习，那有一些课程，他才会来资源班来去接受这些训练。那其实要提供这些服务的老师，如果学校有资源班，当然资源班老师；那如果没有的话，可能就是由一般老师来兼任，来去做这些的服务的提供。因为我们中央和地方公立高中的组织教育其实还是有一些落差，也不能说一个国家里面可能有很多种制度在运行。那以国立的学校来说，它的架构是这样子教育部辖国民级学前教育署，然后再来管理这些国立高中职学校。那如果以县市政府，包含台北市、新北市、高雄市，那它的话只是指教育局，然后再来是县市立高中职学校。那也是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每一个主管机关，它对于它辖属那个特殊教育班的编制，其实还是有一些差异。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台北市它这边它就有一个行政规则，那它这边就有写说，现在学人数30个人以下可以设一班，60个人以上设第二班，那每班是编制3人。那以高雄市来说，身心障碍学生10到16人的设置一班，那17人以上设第二班，每增加16人的再增加一班，每班可编制较11人。所以说，其实它的那个设班的一些基础其实还是有落差。那这样的落差会导致师生比其实会有很大的差异。以台北市来说，大概是1比19，那西北市1比17，高雄是1比13，那以国立的学校是1比32。1比32，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数字等下再跟各位慢慢讲。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其实主要还是说，国立的学校就国民级学前教育署，其实对于资源班的一个设置，其实它是有很多模糊的空间。它是写说，身心障碍学生人数21个人以上，可以申请设置一班资源班，然后呢，可以自专任老师1到3个人。可是大部分的高中职都只自1，所以它只抓最小的数字。那我们可以看一下108全部，这是全国高中职资源班的一个人数的状况。以北科复工好了，我们比较近这个资源班有153个人一个班级。所以，那其他的学校，像基隆海事90个人，师大附中，对，85个人，也是一个班级资源班。那在一个班级的情况之下，编制最多最满也只能3个人。可是呢，学校通常不会聘到满。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我们资源班的师生比一直没有办法拉下来。我们把这几十年这10年的数字拉出来，其实都可以看到师生比都大概在1比30左右徘徊。那到了103年呢，变得到1比38，已经快到1比40了。那时候可能国教署就发现不对，不行，一定得去做一些事情，不然1到1比40一定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他在104学年度就开始推动融合教育计划，来试着提供外加式的资源班代理教师人力，想办法把这师生比压下来，因为他发现他压不下来。那直到目前108是1比33。那我刚刚提到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法定编制3人，可是实际学校只有1个人。那以108学年度的资料来看，这样的比例大概82%，就编制1名资源班老师。那虽然说有提供外加式的资源班代理老师，可是代理老师一直在流动，可能每一学年都新的资源班老师，所以不利于身心障碍学生的一些学习，这也是一个状态。好，那在1比33就高师生比，而且要组织特教行政的情况之下，其实我们资源班老师真的就如同被丢进火堆的蜡烛，真的没有办法。所以资源班老师每一次大家聚在一起，一定是很多的苦水。在国立高中特教班的编制是每个学校都有很大的不同。可以看到 ，A 高中有资优班分散资源班 ，C 高中有艺才班分散资源班，那 B 高中资优是特教班，那 D 高中只有分散资源班。那其实这种很多搭配是它对特教人员或行政人员的编制其实都有很大的落差。那以这3种类型的资源学校编制来说，
里面的资源班老师必须要主责特教行政工作，大概占全体的52%。也就是我们俗称一人特教，一个人包全校特教工作，行政要包，就是这样子。这几十年来都是这样子。那办特教行政工作包含哪些？我想如果当过特教行政，就会知道，只要跟一些学校的公文的收发，或特教的课程的安排、申请、特推会、IEP 会议、转型会议等等，这些工作不好意思你都得做。以我这样算，108学年度大概收了大概300多份公文，这样子，年复一年，而且没有人可以给你替换，你就只有你一个人，要找谁给你换，就是你一个人，你也没办法去移民假，有些找包所以就是会很苦啊，很苦。那接下来我稍微讲一下高中资源班的角色和实践。其实过去很多个研究，包括在座的嘉玲老师，他都有其实做过一些调查，他发现呢资源班角色的实践主要的原因还是人力困窘，人太少，真的人太少，我要做的事情太多了。那很多研究者都是指出，是我们应该要更专注在间接服务。那台北市这边会称为是资源服务。那在台北市和新北市其实已经走在我们前面走很远，那国立学校只是在后面苦苦追赶，我大概是这样形容的状况。所以，那我们在这边教师专业自主的部分，其实我想这几年其实一直在强调，那就包含下我们在教学、学校参与、教师主持等，可以让执行专业的任务，比如说专业外力的干预等等。那法规的草案的预告内容，这次大部分的目前还是以咨询为主要的为主。那咨询的意思呢，就是说他可以听你讲，可他不一定要采纳你的意见。那以目前的法案就公告60天之后，机关再做一个终止的回应。那以公民参与激励来说，我刚刚提到的，目前多数还是停留在这个阶段。公民可以表达意见，可是你的意见不一定被采纳。那我们这一次活动，这次请愿运动的目的就在于说，我们希望可以和政府共同拥有决策权，而不是都是你说了算。那我们研究的方法，我们是全台湾的18位的特教老师啊，那其中有1位是教师工会的代表。那这10几位老师其实都是高中资源班的老师，那大家的工作经验其实都相当丰富。那我们整个流程呢，包含4个阶段，第一个是厘清现况。制定目标，再讨论行动策略，第3个执行策略方案，第4个调整修改。那在整个过程中呢，我们和特教学的专家、家长团体、教师团体进行对话和资讯交流。希望我们做的这些事情，有让他们知道，他们也愿意支持我们。好，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刚刚提到，去年的9月9号，教育部公告特教结束标准草案，那时候大家就很生气了。在那个网络的社群，去发一些问卷调查，那鼓励大家去写信，或者是到那个公众平台去发表意见。那在9月19号呢，我们把收集到47份的问卷做整理，那归纳出2点的建议。第一个，高中资源班教师教学结束应该处的人数来进行弹性的递减。第二个，应该在结束标准里面修改每周直接教学结束时节的规定，这个应该要改掉，并且呢要增加高中资源班教师兼任行政的一个减瘦的一个弹性。那在9月7号，我们都组成一个核心小组，简称自己的特教自己救。那我们的行动目标呢，就定为提升特教品质，补足教师员和人力资源，那落实间接服务，这是我们定的一个目标。接着在9月30号呢，我们开始以这个发展教师专业自主、公民参与政策，来为行动主轴，来开始讨论我们的策略，我们该怎么做。首先我们想到，我们来写陈情书，我们把我们的困境，把它用白纸黑字写下来，整理成一份陈情书。那经过半个月的撰写，我们把这份陈情书给完成。那这份陈情书包含2个重点，第一个，国立高中资源班的师生比严重的失衡，导致学生的受教权受损，应该要依法补足正式的特教原因。第二个，针对结束标准的修正建议，第一，资源班导师每周教学直接教学4节，
专任是8节，原本是12节，然后16节。那以提供学生所需要的间接服务，而且呢，再来资源班教师协助办理特教行政，应该要列入结束检收的一个规定。那完成请愿书之后，我们就开始来设定游说的对象，然后还有策略目标。那目的还是希望可以引起各界的一些关注了，毕竟我们真的是太少数，这是我们的劣势。那我们的对象包含学术界、教师工会，还有政府机关。那我们的媒介呢，包含社群网络、新闻媒体等管道。好，那我们在10月21号呢，透过中华民国生威协会、生威联合会，在特教咨询会第12届第1次会议进行提案。那我们提案内容是针对国立高中资源班人力不足的现况，建请教育部依法补足高中资源班的人力，并检讨我们的教学结束和定位，以落实融合教育。那10月23号，我们参加国教署的早安的公听会，把我们的成绩书发给在场的每一个资源班老师，当然还有长官。那10月30号，我们有跟立法委员联系，可是我们太小众，他们都不录。OK， 那11月7号，联合报记者冯庆慧，他针对高中资源班的人力不足问题进行报道，然后他做了4篇文字报道。那后来呢，公共电视还有政大学报也有做一定的报道。那新闻见报之后，一切都很快。当天下午，国教署就发新闻稿出来。他说，第一个，我会调降国立高中资源班老师的师生比，那原则是1:21。第二个，他会调降高中资源班的直接教学结束。那11月8号，我们知道全国教师联合工会他也发新闻稿，他对这样的事情他是表示支持的。那11月12号，教育部在那个重开场那个公告，他做总整回应，他说他会调降我们的直接教学结束。那11月13号，陆续有多所国立高中收到那个函文，说你在第2个下学期就可以增聘资源班代理老师，所以一切都很快。那11月21号，我们就去参加他们的那个国教署办的那个教学结束的草案研商会议来发表意见。那当然，我们还没有结束，我们必须要把这个走完。11月23号，经过那个曾世杰老师的帮忙，我们在特教学会来做提案。那案由就是如上面所示，资源班人力不足，那应该依法来补足原额。那议案通过之后，特教学会这边也发文到教育部，请教育部来正视这个问题。那12月17号，我们其实就法律的层面来去做讨论看有没有办法根本性的解论，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个打水漂式的这个其实都没有什么帮忙。所以我们就从法律层面来去提第2次提案，针对高中资源班人力不足的现况，建请教育部于相关要点来拟定班级人数以及修正原则每班3人的规定，期盼能根本性解决问题。那其实目前还在持续在运作当中。那在今年7月7号，多所国立高中陆续收到公文，第一个增至资源班正式教师员额，那第2个就是核定外加式的资源班代理老师、行政助理这些人力的资源。那7月31号呢，教育部公告结束标准，那它就包含是每周的教学结束，包含直接教学和津贴服务。那津贴服务呢，每学期最高以8节为限，直接大超车，我只能这样说。那在第2部分，高中资源班兼任特教行政业务可以去做结束的减收。所以国教署实际的回应了我们的一些请愿。所以我们的研究结果就包含这样：第一个就理清现况，就是资源班师生比太高，人力不足，那是第一个行动目标。我们要提升特教补助那个品质，来补足原额，来落实间接服务。那第2阶段呢，我们就以这个为行动主轴来开始去做写请愿书，来去做游说。那第3个阶段呢，就是跟一些专家学者去联系，希望得到他们的认可。那第4阶段就是不断的去做一些修正。那我们这个运动的实际就影响到这个结束标准的订定，还有一些师生比的一些调整。那是在讨论建议的部分就是这一次是第1次由基层特教老师参与行政规范的制定过程，从原本被动的咨询角色，朝向和行政决策的平等伙伴关系。那通过我们教师自主和创业的历程，
落实基层教师参与国家教育政策制定的一个全面义务。那这也是一次跨县市、跨学校的一个资源连接。那实务面的部分，其实我们也是公民啊。那如果我们真的遇到一些不合理的一些法案的话，其实我们也是得去做一些事情来示范给我们的学生来看。那未来研究的建议呢，第一个就进行纵观性的研究，来了解后续的发展和影响层面。那第二个呢，就是做一些量化的资料分析，包括用问卷调查，看看每所学校对这个法案的改变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那再来第二个，未来特教的发展重点就是分析不同教育阶段的适当学生需求和服务，来拟定重点。目前是国教署也在研商教育部主管教育机关的分担式资源班实施要点。那其实这个要点里面对于今天服务的实施，它有更细致的规范，但这个还在目前进行中。好，那在最后呢，我要特别感谢第一个是那个中华民国成为联合会，他在整个过程一直在协助我们。那第二个呢，是全国教师工会联合总会，那第三个就是中华民国特教学会，他也是非常支持我们这次的运动。那这个是简报下载如果你需要下载，就可以拍一张照，完整的简报都在里面。好，那以上，谢谢大家，谢谢。